坏蛋。昨晚是谁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比20岁的小伙子还要猛？怎么才一晚上就缴械投降了？哎呀，我这次来江城不是来玩的。飞龙商会的慈善画展过2天就要开始了，有人跟我说画展上有赝品，我得过去处理一下，不能让商会的名誉有损失啊。那好吧，下次来找我记得带花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？好啦，知道了，挂了啊。嘿，躲开！刹车怎么会突然失灵？我的车明明刚保养过，不该有故障。难道很动手脚？我声音，我变成了刚刚那个孩子？这也不安全，还有离我儿子公司不远，先找他再说。给我撒！赵云杰，你要干什么？就因为我没有把金沙湾的项目卖给你，你就带人来砸我公司？什么情况？怎么会呢？我这不是看你没钱，往金沙湾的项目里投钱了，来给你送点钱嘛。你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？来，我赔给你，这样你不就有钱继续往项目里投了？怎么，你这些东西不会都是假的吧？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连股东牌线都没有，你们顶上穷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的公司什么样子，用不着你管。好小子，不愧是我儿子，有骨气。而且，就算我没钱了，我也得出去找别人公司。我告诉你，金沙湾的项目，想都别想。好，那我就看看在江城谁敢给你投钱，谁要是敢给你投1分钱，那就是和我赵云杰作对。走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工作，把这给我打扫干净。真臭小子！你谁啊，小孩？怎么到处乱跑？我可不是小孩，我这还有急事。你找我们董事长啊？对，你们认识？当然认识。小朋友，你谁呀？我是你爹。你，那小孩怎么说话呢？有没有礼貌？小朋友，你的家长没教过你做人要有素质吗？毛狗子，你还叫得起我来了？你爷爷当然教过我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小名叫毛狗子，我说了，我真是你爹。董事长，他先撤。说，我的小名是谁告诉你的？我就说了我是你爹，当然知道我小名了。我爹今年都45了，你怎么可能是我爸？臭崽子，你什么记性？你爹今年都已经47了。好，你说你是我爸，那你拿什么证明？你左边屁股有块黑筋。3岁的时候，你被爷爷家大狗追着跑，掉进了茅坑。小学5年级，你给英语老师写过情书，被我发现了。情书内容我还记得呢。我这个蹲眼睛，王老师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你。打住！你说你是我爸，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开始场中那个小孩，借车失控翻车，等我睁开眼就这样了。啊！先不讲这些，刚刚那个人是谁？怎么那么嚣张？他呀，是祥瑞集团的董事长赵云杰，是我的竞争对手。半年前啊，我和他一起竞标金沙湾的项目，最后项目落到了我手里，他不死心，所以我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他就想着低价买走。公司效益不好，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的公司一直没问题吗？我跟你，我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了。你一个老农民，我跟你说，
我公司缺钱了，那你又能帮上什么忙呢？我让你担心的话呀，我还不如不说了呢。对了，飞爷还不知道我的身份。我现在要去风华国际拉一笔投资，赵云杰在江城的势力不小，不怕他的也只有风华国际了。你先好好休息啊。风华国际属于出公司？是啊。说起来，他还是你阿姨，尽管去。道就说你是我儿子，他肯定会给你投资的。爸，你能不能不要开玩笑了？人家何玉书可是风华国际的创始人，人家白手起家就把风华国际做到了江城最大规模，比我公司还要有钱。人家不仅长得还漂亮，而且还高冷。就你一个农民，人家怎么可能认识你啊？漂亮我承认，但是他高冷吗？天龙，小龙龙，准备好开始惩罚我这只小兔子了吗？小弟，老大收了你！他在我面前可是乖巧的很。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人到中年了就喜欢吹点牛，可你这牛啊，有点吹得太过了。哎，小崽子，你不信是吧？我就是给他打个电话。真是何玉书？难道我爸真的跟他认识？耳朵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突然欠费了。你呀，就在这好好休息吧。哎，小子，等等，哎呦，老孙！你带我一起去，正好找他认识。哎呀，爹！爸，你非要带出小雏菊干什么呀？你何玉喜欢雏菊，我答应过他，下次就送他。人家何玉书可是江城最著名的黑寡妇，人们称她为带刺的玫瑰。哎，怎么可能喜欢小雏菊？他们懂个屁！敲门。进来。怎么是个男人？你们找何总干什么？哦，我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秦飞宇，我今天来找何总呢，是想要一笔投资。请问您是？哦，你就是最近风头正盛的江城新贵秦飞宇啊？是。我是风华国际项目负责人孙正，何总呢现在正在开会，投资的事我就能决定。那孙总，你看我这公司……不好意思，这笔投资我不给。为什么呀，孙总？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谈什么谈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？什么日子？是情人节。我都跟何总约好了，下班后跟他一起共进晚餐。你投资的事明天再说。你就一叔说那个舔狗？这哪来的小屁孩啊，这么没有家教，竟敢这么称呼何总。看这样子，你追上他很久了，连他喜欢的花都不知道，还在玫瑰花嘞。他喜欢的是雏菊。哼，你这小屁孩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谁谈恋爱送雏菊啊？赶紧滚！切，不信就算了。秦飞宇，他是你带来的啊。至于投资，谈都不用谈了啊。飞宇放心，玉叔是我好朋友，今天的投资他一定会给你，别信这个猪头子。你个小屁孩还能跟何总做朋友？你要是何总的朋友，我就是他的天王老子。你是谁天王老子？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在我的公司还有天王老子供着。何总，这怎么回事？何总，就这小屁孩，他乱翻你的东西。对，
就是我搞的。丽叔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不要在办公室乱放东西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该去你的花。小屁孩，你知道何总喜欢什么花吗？谢谢，我很喜欢。至于这玫瑰，徐杰，给我丢进垃圾桶里去。何总，孙正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出去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再纠缠我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何玉书，算你狠！你来这里是？何总啊，我的公司在金沙湾的项目需要一笔资金，您看您能不能？去查一下今年公司的投资计划，划出一部分来投资鼎盛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立刻马上。是我们今年公司的投资计划已经满了，只能帮你保住金沙湾的项目，后续投资可能会跟不上。谢谢何总，能保住金沙湾就足够了。哎呀，叫什么何总，叫我何姨。你跟你爸长得真像。好，何姨，你跟我爸真的是朋友啊。小朋友，能告诉阿姨跟你说这些事情的人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就是我爸。他是擎天龙。飞宇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他真的是我爸。好，你们骗我是吧？擎天龙后背可是有个纹身，而且昨晚还有我的几道抓痕。这孩子后背这么白净，我是变成那个小孩，不是缩小了。好，你说你是擎天龙，那你知道我喜欢哪本书吗？ So easy。母猪的产后护理。何姨，你涉猎面挺广啊。他根本就不看书，只是这本书的后面有个机关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都跟我说了好几遍这个保险箱了，就是不告诉我里面放什么。今天我非要。这不是当年你送我的玉扳指吗？爸，何姨送你的玉扳指为什么会出现在保险柜里啊？哦，因为太便宜了，才100多万，就被我随手扔到下水道里了。啊！没想到你还被捞出来了，放在保险柜里收藏，就因为我带过一次。你管我？你真是擎天龙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还好意思找我要帮助？我第一次送你的东西就被你给弄丢了，你对得起我一片真心吗？错了，你先松手，我真的有很多事要跟你讲。哼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小兔崽子，你先出去。好嘞。你能帮我调查一个叫柳中天的家伙吗？我有可能把他陷害了。他一直对我的位置有想法，这次应该就由他对我这动了手脚，想顶替我的位置。好，我帮你。谢了。你我干什么？擎天龙，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嘛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我公司有个急事需要我回去一趟。你看你跟着我一起呀，还是走，一起回去调查一下这个小孩的身份，免得家里人着急。这孩子是上海福利院的，叫柳然。你怎么知道？天底下怎么会有我何玉书不知道的事？3天后，飞龙商会将会在江城有一场画展。飞宇，你那边也应该收到请柬了吧？我这边有一张，到时候你可以带你爸去。那何姨你怎么办啊？这场画展可是有机会得到飞龙商会的投资的。我不需要飞龙商会的投资，你爸喜欢画，可以带他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帮到他。谢了，玉书。谢了，何姨。这位大师的作品是这么做的，价值连城。确实，这些都是名画，不愧是飞龙商会，竟然能收集这么多画作办展。而且呀，这还是慈善画展呢。这些画作不仅展出，还售卖，卖出去的钱，飞龙商会将全部用作爱心事业。
我还听说，今天这场画展谁出钱最多，谁就能得到飞龙商会的扶持。不仅有50亿的资金，还有机会做飞龙商会在江城的总代理呢。如果李中天那家伙真成了董事长的话，那真应该是最后一场慈善画展了吧？哎，哪儿来的小孩？出去出去！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，还喝酒？你家里人没告诉你小孩子不能喝酒吗？这是可乐。你家里人呢？然然，不好意思啊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我会看住他的。走。爸，你不是说好不乱跑了吗？你现在啊，在外边的身份是我的弟弟，跟紧我啊！知道了。这竟然是唐伯虎的秋风完善图，我最喜欢唐伯虎的画作了。而且只要1个亿，这要是放在拍卖会上，最少得10个亿。我今天带的钱虽然不多，但这秋风完善图我要了。没想到这次画展上还这么艳小屁孩懂什么？这可是飞龙商会的画展，怎么可能会有赝品？我不亲自盯着这下面人，还这么负责。慈善画展里出现赝品，这不是危害飞龙商会的名声吗？这哪来的小孩？怎么能乱碰呢？碰坏了赔得起吗？然然，别乱动这里的东西。秦总，这是你弟弟啊，你怎么能把小孩子带来这种地方呢？还让他乱跑？这画是假的，我不能让别人花1个亿买回去一幅假画。你个小屁孩，能知道画是真是假？我当然知道，这幅画的真迹被我捐给博物馆了，绝不可能出现在这。被你捐给博物馆？小海，这可不是你的涂鸦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可能会有这幅画呀你？哎，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不能让别人在慈善画展上受骗，这样会影响飞龙商会的名誉。你要干什么啊？然然，你给我住手！小屁孩住手！你要是敢把这画撕了，把你卖了也赔不起。你这是在挑衅飞龙商会的名声，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他们背后企业，这辈子不要得到飞龙商会的1点资助。住手！然然。秦总，这价值2个亿的画就这样被他毁了，你作为他哥哥必须赔。我就是赔钱吧，他赔得起吗？哎呀，秦飞宇呀，秦飞宇，鼎盛现在的情况，估计连2000万都拿不出来了吧？哎，要不你把公司赔给飞龙商会？秦总啊，秦总，这小屁孩之前乱弄别人东西，到现在还不是长记性，你看我他。现在倒好，这1个亿的话，看你怎么。放心吧，不用赔。我说了，这画是假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秦飞宇呀，一个小屁孩说的话你也信？哎，刚好我今天把鉴宝界最有权威的刘大师请过来了，我今天就让你死了这条心，给我乖乖的赔钱。刘大师，麻烦您帮我去看看这幅画是真还是假。这还见什么？飞龙商会怎么可能有假画呢？这家里有个熊孩子，还真是能把一整个家给祸害了。秦总，2个亿，准备筹钱吧。哎呀，宣布结果吧，刘大师。赵总啊，这幅画的确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刘大师，您再仔细看看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画？不用再看了，这幅画作假的水准很低级，任何一个鉴定师来了都知道真假。还有这些也都是假画。你开什么玩笑啊你！
刚刚你说这幅画是假的也就罢了，现在又爆出来这么多，飞龙商会怎么可能一次性出现这么多假画？不信的话，让他鉴定呀。好，我鉴。刘大师，你给我看，仔细认真的看，我就不相信飞龙商会一次性能出现这么大的失误。这些画如果是假的，我全买了。这些画全都是假的。什么？这些画都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爸什么时候这么多画了？买吧。行，我买。不就是这点钱吗？我今天带了5个亿，我就看看全场消费谁有我多，就算有我多。哼，这些钱我只要花出去了，我不管这些画是真还是假，我都能得到飞龙商会50亿的投资，还能成为江城的代理人。到时候我第一个把你们顶上，在江城出名。这50个亿你拿不到，我拿不到。那你就问问在场的，今天有谁消费的比我多？就算有，他们超过我吗？我要是拿不到秦飞宇，能吗？肯定能，我爸爸拿到的。秦飞宇呀，秦飞宇，你在哪儿找的这种小屁孩啊？带出来也不嫌丢人现眼。怎么回事啊？于先生，这次展会上呢，发现了一些假画，我们已经找刘大师鉴定过了，的确是假，的确是假的。好，我会安排人查的。都散了吧，会展马上正式开始了。欢迎大家参加本次飞龙商会的慈善画展，相信大家也都听说了，在本次飞龙画展中，捐赠金额最多的一位能获得飞龙商会的50亿投资以及江城代理人的身份。但是大家请看这里，这是哪位画家的作品？怎么单独一个展位放着？这不是大师的画，这是我们飞龙商会董事长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。在这幅画里藏着一串密码，谁要是能猜对这个密码，就能获得飞龙商会的100亿投资，并且飞龙商会将会在江城建立江城分部，由猜对密码的那位负责管理。哎呀，真好！小姐看这个吧。我不是100亿，我一定要去试试。别急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如果猜错的话，那么画作将会被柜子里机关销毁。如果我们董事长的画在江城被毁了，那么我们飞龙商会将不会给江城任何投资，之前的50亿将全部撤掉。什么？那这谁敢猜啊？这要是猜错了，那不成了整个江城的罪人了吗？对呀，这就意思就这里啊，那个。哎，别想着搞些小聪明来拿这笔投资。飞龙商会在30多个城市开过慈善画展，如果这密码真这么好猜，那100亿投资早被拿走了。既然没有，那我们弟弟，飞宇，你看看带着小屁孩干的好事儿。只要不出密码，在5分钟内把屏幕关了，一样可以避免画作被毁。快，小朋友，把屏幕关了。完了，他说密码。秦飞宇，他是你的弟弟，出什么岔子你得负一半的责任。小屁孩，你知道这次慈善画展对江城来说有多么重要吗？要是因为你害得江城失去这次投资的资格，你们秦家都要完蛋。上次在海城举办的画展，就是有一家小公司赌上所有资金才获得了投资，这一跃成为了整个海城排名前3的集团，而且带领着其他的公司一起奋进，整个海城的经济也突飞猛进。你们秦家要是把这画展给破坏了，那你们就是整个江城的罪人。我都说了，别再按了，别再按了，你为什么就不听呢？啊！怕什么？早晚你俩输对了不就好了？5位数的密码10万种可能，你凭什么猜对？你难道能看出这幅画上的意思？对啊，我能。你能个屁！你个小屁孩，连加减乘除都没学明白，你懂个屁呀！哼，我自己设下的密码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对了，在密码输入完之前，还可以通过遥控设备进行强制关闭。那遥控设备在哪？我去拿。住手！别再按了，一会儿等人家把遥控器拿过来，把它关了，我们大不了就把投资给赵云姐，我们离开江城，专案也可以发展。你给我住手，小屁孩！再按完手给剁了！要是因为你我拿不到这笔投资，
你和秦飞宇这个废物都给我滚蛋！我也会联合江城所有公司，让你们全家赚不到1块钱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们饿死街头，也没人给你们收拾。快上去把他拉下来！于先生马上回来了，让他毁了一切。密码正确，恭喜获得100亿资金。恭喜你，小朋友！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猜对了密码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居然真的猜到了画里的隐藏密码。100亿投资，这可是100亿投资啊！飞龙商会在大小几10个地方都办过画展，居然被这一个小孩子拿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猜对了？密码原来这么简单，我也猜到了。我以为飞龙商会董事长密码隐藏的这么明显，哎，早知我就上去按了。人家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，一旦错了是要背大锅的。很显然你没有，所以拿不到这100亿投资。也就这小屁孩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便宜他们。怎么样？我说你猜对吧？小屁孩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呀？你只是运气太好而已。是呀，运气太好了，1分钱没花，拿到了100亿投资。有些人花了几个亿，买回去几幅假画，结果1分钱投资没拿到，真是倒霉呀！小屁孩，你就算帮鼎盛拿到了100亿投资又如何？想要鼎盛回到之前啊，不可能！和我祥瑞对抗。秦飞宇这小子确实不怎么会做生意。这100亿放他手里，确实会像您说的那样，顶多让鼎盛回到以前。但如果我出手帮他分配这100亿的资金，鼎盛的规模绝对会超过祥瑞。到时候你的公司在江城完全没有市场。小屁孩，你当这是玩大富翁呢？我看你买个糖数钱都费劲，还想做生意你？好，我舅舅刚才给我来电话了，飞龙商会的董事长换人了，你这100亿资金失效了。你这100亿资金失效了。会长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董事长前天的确是突然失踪了，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推举新的董事长。这听到了没有，秦飞宇呀？你这100亿投资没了，你就等着鼎盛破产吧。这100亿资金是上一届董事长的私人资金，就算让8任董事长，这笔资金一样会进行投资。私人资金，你懂不懂金钱的价值啊？还私人金库？你知道这100亿的流动资金代表什么吗？它可以完全撑起一个商业帝国。就算他是飞龙商会的董事长，他也没有足够的100亿资金随意支配。那是因为你眼睛太窄了，100亿的流动资金而已，大惊小怪。赵少眼界窄，赵少的祥瑞集团在江城可是数1数2的，他本人都是受江城领导所重视的。你竟然说他眼界窄？你这个小屁孩，赵少数过的钱比你见过的都多，你说人眼界窄，你是昏头了吧？秦飞宇，我懒得跟这小屁孩胡扯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的100亿资金没了。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谁要敢资助鼎盛1分钱，那就是和我赵云杰作对。跟你作对又怎样？只要有我在，鼎盛就不可能破产。何玉书，他怎么会来？他不是对外宣称说不参加这场画展的吗？听他的语气，好像还要为了鼎盛跟祥瑞集团作对。我听说前几天秦飞宇去找何玉书谈合作，但是何玉书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帮着鼎盛啊。可以。何总，你要帮他？没错。何总，你知道我在江上也是有些实力的。现在你为了一个快倒闭的公司跟我作对，值得吗？哼，就是，难道就是因为小屁孩会哄你，你又这样帮他？我何玉书做事，还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。这你，这幅画卖不卖？何总，这是我们董事长最得意幅的一幅画作，他现在突然失踪了，这恐怕不能。我出10个亿。这又不是什么大画家的名画，他居然出10个亿，疯了吧？哎，浪费这些钱干嘛？你想要的话，我给你画一幅。
开什么玩笑？你以为是俺那话吗？说话就话。哼，小屁孩，人家想收藏那幅作品，是因为那是飞龙集团前董事长的作品，不是你这小屁孩的涂鸦。你是说真的？你要是愿意亲自动摸的话，就太好了。不过画完后可谁都不许碰，是只属于我的。何总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，怕是连笔都不会拿吧？不就是一幅水墨画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拿笔墨来。你还真把自己当神童了呀？什么鉴宝猜谜做生意，现在连画画都出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画出什么东西来。如果你能把这幅画画出来，我把我买的画全吃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一个8岁小孩还想画山水画，他懂技法吗？还别说，他这握笔的姿势还挺专业的。嘿，装模作样罢了。我看这小孩这么自大，刚才让他蒙对了密码，现在要在人前显圣，哼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的本事。我爸竟然还会画画。神童啊，真是神童！这幅画虽然比不上飞龙商会董事长那幅，但是已经够成熟了。一个8岁小孩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画成这样。废话，这幅画可是我最满意的作品。来吧，要怎么吃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呀？我在江城，居然不知道你这号人物。对啊，这又能画画，还会鉴画，又会猜谜，我现在都怀疑，他说他会做生意都是真的了。这么厉害一小孩，不应该没听过。都是亲眼所见，有什么不可能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只要是你画的，我都喜欢。回去用镶钻的金框裱起来。何总，这个小屁孩的画，值得你这么收藏啊？您是不是母爱泛滥了，想要个小孩了？为了他，不仅开除了公司的老员工，还要拯救一个快倒闭的企业。是又怎样？秦飞宇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的孩子，哪怕是我的公司破产了，我也不会让他的公司破产。见不着那么吓人，咱摆资金到账，我先运作一下，体势很快就能变成江城龙头。秦总，你的公司现在已经沦落到要一个小孩来运作了。嘿嘿嘿，要我说啊，你不如直接宣布破产得了。嘿嘿嘿。我爹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明明就是个老农民，懂什么商业运作，非要在这儿夸下海口吗？秦飞宇，你不会以为你拿到100亿投资就可以用得着了吧？啊，你不会以为就靠这个小屁孩就能翻身了吧？就算没有这笔投资，我也照样能翻身。秦飞宇呀，秦飞宇，你以为靠一个何玉书就能怎么样了是吧？他何玉书是在江城有些实力，但是不够看。对付你够用了。哼，是谁要对付我外甥了？舅舅，您来了。我外甥都被人欺负了，我当然得来。刚才是谁大放厥词？就是他们两个，这女的就是何玉书。哦，她就是江城大名鼎鼎的黑寡妇何玉书。放心，家里已经给你说好了亲事，女方是京城林家的大小姐林婉婉，只要和林家联姻，别说一个何玉书，这是10个何玉书，她也对付不了你。舅舅，是那个京城第一美女林婉婉吗？没错，京城林家，难道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豪门世家？能称得上京城林家这个称号的，也就只有他们了。没想到赵少竟然能跟他们家大小姐联姻。听说林婉婉是京城第一世家的美女，追求者无数，没想到居然成为我的未婚妻了啊，舅舅。你怎么了？
这个林婉婉是我的初恋，我到京城的时候被林家看不起，无奈和她分手。我现在为什么要把企业做大做强，都是为了能够配得上她。哎呦喂，金飞宇，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你得不到的女人，马上就要乖乖的躺在我的床上，到时候我会用她的一手资源把你奉上。你早说呀！你要是喜欢他，我跟林老头讲，把她嫁给你。你个小屁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凭什么跟林老爷子提要求啊？林老爷子凭什么把他孙女嫁给秦飞宇这个废物？你知道京城林家的势力有多庞大吗？就算你是江城首富，人家也看不上你。这小孩啊，还真把他当个事儿，赶紧滚蛋回家，免得在这闹笑话。真是的，我就打来这么看，他到底听不听？喂，老刘。装模作样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学人家打肿脸充胖子，到底是谁教你的？我这号码你们记得了吗？还问我是谁？对，秦天龙、秦飞宇是秦有为儿子，他跟女儿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等着吧，你的初恋马上就来。听他的，相信他。秦飞宇，马上来也是找我的，你不会真以为这个小屁孩能认识林家家主吧？就他这个态度，凭什么跟人家提要求？那也用不着你说。爸，林家也不是好惹的，你就别说了。要是你说话真的管用的话，那当年我也不会跟林婉婉分手了呀。放心，让子然再飞一回。舅舅，飞龙商会的董事长是不是换人了呀？那100亿资金是不是失效了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个是我在飞龙商会的朋友亲口告诉我的。听见了吗，秦飞宇？你的100亿资金失效了，钱也没了，人也没了。我要是你，我早他妈去死了！谁说100亿投资没有了？100亿资金到。听说这里有人解开了董事长话里的密码。没错，的确有人解开了。不是说飞龙商会的董事长换人了吗？怎么这100亿资金还有效？当然有，这笔资金是我们前任董事长的私人财产，不属于商会。即便他不是董事长的，依然可以用这笔钱进行投资。什么？还真是私人财产，让这小孩猜对了。100亿的流动资金啊，光董事长的流动资金就不值那么多，那飞龙商会总资产又该有多少？是谁猜出了密码？是他。他？这小孩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不是新董事长最近一直在找的那个孩子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不行，现在不能声张，等回去以后再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新董事长，升职加薪稳了。小朋友，这可是100亿，你准备？这笔钱给他吧。你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我记得你。不是，我记得你。既然这笔投资给了你，那3天以后我们在鼎盛集团签约。这2天你先看看合同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董事长是谁？放肆！飞龙商会董事长的姓名是你想问就能问的吗？哎，没关系。上一任董事长不愿意向外界透露，是因为他的个人原因。这一任董事长没这个习惯。我们现在的董事长是李中天先生。果然是他。我的车出发前只有他能靠近我，肯定是他动了手脚。我死了，他好顶替我的位置。好了，合同送到了，我先走了。那可不送了。秦飞宇，你别得意了，就算你有100亿资金又如何？我马上就跟林家联姻了，江城的市场没有你的份儿。死了就要信吧，林家是不会把林婉婉嫁给你的。小崽子，你说不嫁就不嫁，真当林老爷子会听你的？我刚接到消息，林婉婉就在外面，马上就来。哎，这就是京城第一美女林婉婉吗？哎呀，好漂亮啊！真是又圆又多金啊！这是好
福气呀！哎，确实漂亮，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些。林小姐你好，我是苏家苏有金。苏家？是呀，前些日子我们去林家提了亲，林家不是要你跟外甥联姻吗？你看，这就是我外甥赵元杰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一表人才？娃娃，你好，我是你的未婚夫赵元杰。既然你们是和林家订了婚约，跟谁订的就去找谁，我又没同意。这不同意？不同意穿婚纱来干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穿着婚纱来，不是来找你的，是来找别人。这别人？飞宇，他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林婉婉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拥抱我爱的人，怎么了？你竟然瞒着林家在大庭广众之下干出这种事，你就不怕回到林家后受罚吗？我爷爷同意的，我为什么会受罚？放屁！林老怎么可能同意你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？当年我可是听说了，你带回家的男朋友林家大门都没有进去，在门口淋雨淋了1天1夜，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。林家这么看不起他，怎么可能同意你跟他在一起？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就给我爷爷打电话呗。好，我现在就揭穿你的谎言。喂，林老，我是苏有金啊。喂，有金啊，婉婉跟你在一起吗？在，他啊，你先把手机给他。这丫头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手机关机了。好嘞，听到没有？林老早就打过电话想警告你了，竟然把手机关机。他现在要亲自质问你，你好自为之。喂，爷爷，见到金飞宇了吗？见到了。抓紧时间去跟他结婚，实在不行就今晚跟他睡一觉，留个种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没听错吧？电话那头真的是林老吗？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秦飞宇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能得到领导的赏识？这不可能！林老，当初咱们可是说好了，可把林婉婉许给我外甥林飞宇，你怎么要后悔了吗？不是我出尔反尔啊，是秦飞宇他认识一个大人物，那个大人物亲自提亲，要求婉婉嫁给秦飞宇。这个大人物，你苏家得罪不起，我林家也得罪不起。他要是真的认识什么大人物，还至于把自己的公司差点搞破产呢？是啊，林老，林飞宇怎么可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老头子，我还没有老糊涂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着了。喂，林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大人物？可能是林家听说你得到了飞龙商会的100亿投资，以为你跟飞龙商会董事长认识，觉得你前途无量吧。秦飞宇，你还有你们，都他妈给我等着！走！哎，你们花钱买了假花还没带走呢。耽误了一些时间，现在我宣布画展继续，大家可以随意报价自己心仪的作品。各位，在场的这些画我都买了。林小姐，这么多画，您确定全要？今天是我和飞宇重逢的日子。虽然不知道我爷爷为什么同意我们在一起了，可能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吧。所以，我决定为爱心事业多做一些贡献。好，感谢林小姐的爱心基金。既然如此，今天的画展圆满结束。你们2个都有感情基础了，要不然直接结婚吧。他是我弟弟，就喜欢学大人说话。你别介意啊。还有这位是何玉书，何乙。何乙，我觉得然然说的也有道理，反正林老爷子都同意了，不如直接领证算了。等我想个好日子吧。对了，正好我订了饭店，要到时间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何乙，
您就把这当自己家，随便吃随便喝啊。好。小天龙又落到我手里了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气死我了！秦飞宇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赵总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刚得到一个消息，听说飞龙商会的新任董事长李中天正在成立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个人啊，就在江城，只要一找他，先不说能得到悬赏的钱，最起码能贴近李中天。到时候有了他这个人情，还怕那个秦飞不成？是啊，快，马上给我派人去查，现在快！好。爸，我去查过了，那天你出车祸之后，身体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，只不过身体机能还……植物人？医生说过了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也许再也醒不过来。我现在这个身体，原来是能起来才怪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医生把从你身上的东西拿给了我。说吧，爸，这是从哪来的？朋友送的。朋友送的？那这个呢？也是朋友送的？朋友借的。哎，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啦？你让医生看好我的身体，千万别出岔了，要不然还能回去。回不去不也挺好吗？你现在这副身体啊，比曾经那副身体年轻了10几岁呢。你懂个屁！这小神马影响我好多事。赵总，有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李中天要找的是一个叫柳然的，在福炼厂的孤儿。柳然？对，听起来好熟悉啊。是他。原来是这个小屁孩啊！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不就是秦飞宇和飞龙商会的签约仪式了吗？据说他李中天会来江城，这样，明天找个机会，把这个小屁孩送到李中天面前。好，去吧。飞宇准备签约100亿投资了，恭喜啊！谢谢何姨。你爸他人呢？我爸说他去交易所了。他一个人？我让人跟着他，他非不听，他说自己不是孩子了。他不是小孩，但他的身体是啊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不好，天龙出事了！飞宇，你快看，这是我在地上捡的，我附近都找过了，没看到他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我怀疑他出事了。什么？陈生，我爹，我弟弟失踪了，现在签约仪式立刻暂停，马上联系警方，我们先去找人。苏导，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你，赵云杰。小屁孩儿，你不是很能嘚瑟吗？你再嘚瑟一下试试，我看看。搞要放我离开，你这是绑架，是犯法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给老子闭嘴！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滚进去！你把他这来这是干什么？今晚有个大人物想要见你，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给我等着就行了。大人物？人在里边是吧？是的，李总。好。好熟悉的声音，是谁？怎么是他？为什么会是李中天？他为什么会在江城？而且还用赵云杰把我绑过来？难道说他发现我的身份了？终于让我见到了，想不到你竟然在江城。
果然认出我来了吗？而且都长这么大。是啊，我也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你。听说你现在是飞龙商会的董事长了。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。你被逼无奈，你就这样子对我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跑出去。李中天这家伙心狠手辣，知道我还活着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你想要什么？你不用跑。这具身体根本反抗不了，难道今天我就要彻底死在这了吗？儿子，是爸爸不好，你原谅爸爸好吗？儿子，当年爸爸的事业正在上升期，你刚出生没多久我就把你给弄丢了，你妈因为这个事自杀，老天有眼，你还活着。原来这具身体的原主是他儿子，他根本就没认出我是秦天龙。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少的，气死我了！我怎么能面对仇人的孩子？这不是羞辱我吗？不过也好，正愁没机会接近他，找他的犯罪证据。现在我变成他儿子，想拿到他的信息，不是简单的很。这几年爸爸不在你身边，你在福利院过的日子肯定不好。你看你瘦的，还没吃饭吧？来，我们先吃饭。这么多吃不完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不了就放在那儿。以后跟着爸爸呀，爸爸天天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待会儿吃完饭，我再带你去商场，你想买什么咱们就买什么。不用了，我都吃腻了。吃腻了？现在福利院的待遇都这么好了吗？我现在得赶快去鼎盛集团，不然哥哥就要着急了。哥哥？何姨，您先别着急。咱们都去找了一圈，还是没发现一点踪迹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何姨，警方已经去找了，而且这还是大白天的，还是市区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希望吧。飞龙商会人来了。秦总，合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我们签合同。等等！哎呦喂，这100亿投资的签约仪式，就整这种排场啊！鼎盛不会是个空壳公司吧？就算你拿到了100亿资金，可别都用来还债了。飞宇马上就要拿到100亿投资了，你们祥瑞跟鼎盛的业务领域差不多，他马上就要把江城的市场占领了，你还有心思跑过来叫嚣？100亿投资？怎么？你难道只会以为他秦飞宇有100亿投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吓死我了！等会再说，怎么回事？这家伙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，有意思跑过来叫嚣。我哪儿来的底气？我今天就正式告诉你，这位就是飞龙商会现任董事长李中天。李总，我可是帮你找到了那个小屁孩啊，那这报酬，说吧，想要什么报酬？多了我也不要了。飞龙商会给了秦飞宇一笔100亿投资，也给我1笔就够了。100亿投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多？飞龙商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？这点钱飞龙商会当然能拿得出来，但是至于给你的话，别说100亿了，就连100块我都觉得多。李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帮你找到了这个小屁孩。你是找到他们了，但是我听他说你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而且你不是把他请过来的，是绑过来的，对吗？还差点让他在路上出了事。李先生，一个小屁孩说的话你也信呢？再说了，他一个小屁孩有多重要啊？是绑是请，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，他是我儿子，你说重不重要？什么？他是你儿子？爷爷？李中天，不是你怀疑他害你的凶手吗？
这个身体怎么是他的儿子？我也没想到这么巧，居然让我抓住这个机会，那我就不能放过他。接下来我跟了他身边一段时间，这样各方面调查他。赵云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果不是我在学人要求上标明了要活人，你是不是打算把他弄死了再来送给我？李先生，你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帮你找到了这个小屁孩，就算我是用绑架的方式，但是我把他送到你面前了。你以为我没有你就找不着他了吗？不是，李先生，我承认绑架他是我不对，可我从来没动过他呀。你胡说！你狠狠打我了！你说我爹是个废物！你别胡说啊你！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。李先生，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呀。好，祥瑞集团是吧？从今天起，江城不会再有什么祥瑞集团。李先生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错了，晚了。我听然然说，你对他一直很照顾。这样，我再以飞龙商会的名义，再给你们追加100亿投资。谢谢李会长，好好干。接下来的事儿，跟我的下属汇报就行了。没问题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带然然回去了。好不容易才找着他，我得多陪陪他。来，然然，跟爸爸走。再追加100亿资金，那一共不就是200亿了？这下鼎盛可真是起飞了。更别说祥瑞集团现在得罪了飞龙商会，这祥瑞一破产，更没有竞争对手，鼎盛必然会飞速发展。这小孩还真是秦飞宇的福星啊！以前怎么没听说他有这么个弟弟？中天秦飞宇，还有这个小屁孩，老子和你们没完！走，飞龙商会咱们赚！喂，谁呀？有没有兴趣帮我做事？你他妈是谁呀？老子凭什么帮你做事？先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敌人——飞龙商会和秦家人。秦家人？我听我哥哥说，飞龙商会在江城不是没有分部吗？这种党是哪来的？那是因为上一任董事长将江城作为下一个目标。我现在接任了这个位置，自然而然要把这个任务给进行下去。当初就他反对最凶，现在竟然连撤销我的计划。董事长，新的项目是你背后。于峰、于超，他们竟然在帮宇荣天办事。当初口口声声给我表忠心，我一出事，他们竟然反水了。会议准备好了，大家等您。好，那我们过去。你在这好好待着，待会儿开完会啊，我带你出去玩去啊。我要玩电脑。好。那你就乖乖的在这玩电脑，不能乱跑，知道吧？你中天这个电脑从不离身，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秘密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害我的证据。这是。他竟然还有接机的习惯。今天又被天龙大哥否定了我的提议，明明这么做最有利于商会发展，他应该心里很清楚，可他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呢？难道他是在心里防备着我？这好像是他提议投资运城的那次，运城确实适合投资，但我担心他跟当地企业串通就拒绝了。我明明把远洋资本打得落花流水，让他们彻底没了跟飞龙商会竞争的资格，为什么还要取消我的投资资格？以前有一个跟飞龙商会竞争的资本，董事长是何叔，之前填股李云亭，已经差点让破产了，但飞龙商会也耗了好多财力。当时我许了他参与的资格，他是那时候记恨我的。为什么一定先在江城建立分会？明明新城的地理条件更好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劝天龙大哥。他当
对我，只是为商会着想。天龙大哥出事了，我担任了新的会长，可我的压力好大。儿子还没找到，商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别让我找到是谁害了天龙大哥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难道不是他害的我？我一直错怪了他。那究竟是谁把我的车动了手脚？喂，飞怎么了？爸，你快来一趟风华国际，何一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赶紧让何一书给我滚出来，要么你这公司别想要了，还钱！何一书，何一书，滚出来还钱！赵云杰，你发什么疯来我公司闹事？发疯？我可没发疯，我是来要债的。我什么时候欠你债了？你没有，但是我是来替别人要的。你连自己的公司都管不了，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？更何况以我何玉书的实力，怎么可能欠别人的债？你没有啊，但是有人欠了，把人给我带进来！姐，救我！你一定要救我！晨光，你欠钱了？他欠了多少钱？我替他还，赶紧把他放了。3000万。3个亿这么多？再猜猜。 30亿。连本带息一共300个亿。什么？300亿？你干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弟弟欠了别人300亿的债款。300亿？干什么去了？哪来的小屁孩？我干什么了？用得着跟你说吗？让你说你就说，你到底干的什么？我借钱去炒股了，谁让的是高利贷啊？我就说怎么肯借我这么多钱？姐，我是被坑了。借这么多钱，你被别人坑，你就跑过来坑我是吗？你自己想办法去，不是你姐。别啊姐，自从我妈和咱爸走后，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你要是不管我，我就真的完了。姐，我求你了。少说两句啊。我替他还。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周转。那这事儿有点难办了。他欠这笔钱已经很久了，再拖下去，那利滚利可不止300亿这么简单了。我最后再给你5天时间，5天时间一到，这笔钱拿不出来，哼，那他这个人身安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带走，姐，救我，一定要救我！他就是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？对，他妈妈跟我爸去世后，他就变得不务正业起来。我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时间管他。没想到现在闯出这么大一祸来，300亿，5天的时间，我一下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你能借我点吗？我的财产全部都在飞龙商会的私人金库里，以我现在样子根本拿不到。要不你先去找飞跃借点，他才拿了200亿的投资。算了吧，他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，我还是回一趟我外公家，找他们借点。你外公精神孙家？不过他们应该没那么容易借我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不吃。爸，你这又是干嘛呀？我干嘛？我还想问问你干嘛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让玉树那丫头赶快找个男人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劝劝她呢？爸呀，我怎么就没劝？她不听啊！为了这事儿，她都多久没回孙家了？反正我前几天已经跟李家老爷子说好了，让玉树啊跟他小儿子认识认识，你必须想办法把他给我叫回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玉书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这小孩子是谁？是他。好你个死丫头！我说这么多年不回来，也不找个男人，合着连小孩子都有了。他是我外孙。他是我朋友的弟弟，我帮忙看这几天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我以为真的像你外公说的那样的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回来是想问家里借点钱。借钱？你自己不是有公司吗？还问我们借什么钱？晨光遇着点事儿，我手头资金不太够，所以就想问家里借点。半年内我肯定还上。这死鬼老爹跟那个狐狸精生的孩子，你管他做什么？晨光毕竟是我弟弟，我爸跟他妈都没了，我总不能不管他吧？那你想借多少钱？
300亿。多少？300？那个臭小子干了什么伤天害理事有这么多钱？他被人骗了，对方要求5天之内还上。我现在现金不够，所以就想问家里借点。平日里不见你人，一出事就知道往回来跑。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外公？这笔钱啊，我可以借，但李老头70大寿，你必须过去。70大寿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？在京城，势力最大的就是林家，是世家之首，但李家也能排在第2梯队。我已经老了，这种人情事就让你这小辈去做，也是为了你以后能更好。只要我去，就能借我300亿。好，我去。爸，这力道怎么样？哎呀，好，爸，何家那丫头来了。李老，听说您很喜欢字画，我最近得到一幅还不错的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来，闺女，快坐。这个老头没事看着，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好奇怪。李老，我来给你献寿礼了。这个好啊！来，看看我儿媳妇俊不俊？李老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我什么时候成您儿媳妇了？认错？我虽然上了年纪了，但我还没糊涂呢，怎么可能认错？你是不是何家的那丫头？我是，可那就错不了了。我前几天还给老孙头定下了我儿子给你的亲事，你马上就成我儿媳妇了。什么？为了让你参加寿宴，原来是让你羊入虎口来了。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这种事情大人定下了，那就是定下了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婚恋自由，这事儿我们也是有话语权的。妈，难道让你嫁给我们李家，还能让你吃亏了不成？我弟弟一表人才，在京城我们李家也是数1数2的，难道你有更好的归宿吗？就是呀，玉叔，大嫂可是过来人，李家肯定不会亏待你。李家在京城的确是豪门世家，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，这事儿我应该提前知道。你先别着急拒绝，我那小儿子很优秀的，而且啊，你们2人之前还认识呢。我认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看，是你，李云亭，你是李家人？怎么是他？远洋资本董事长何玉书，大学时期的舔狗，怎么是李家人？难道他当时给何玉书当舔狗的时候，没有暴露过身份？抱歉，玉叔，之前我爸爸让我透露，我就一直没有跟你说。这舔狗还真是贼心不改啊！当你没挺到，现在直接让家里出手。我听说你也没结婚，所以我也没有找另一半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你没必要等我，虽然我没结婚，但是我有心上人了。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玉叔，我知道你之前看不起我，觉得我像个屌丝，可这么多年我在国外发展，我没有靠我们家的资源，全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资本。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给你幸福。丫头，我这个儿子也是很有实力的，你们家都同意了，你若是不同意，那是不是不给我李家面子啊？李老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呀？咱们2个都没有结婚，而且咱俩都这么熟了，家里边都同意，有什么不行的？不行，因为我有孩子了。因为我有孩子了。有孩子？这孩子是你的，不是你弟弟。他是我儿子。妈妈，难怪你30多岁了还没结婚，原来在外边有男人了，未婚先孕，给你孙家真是丢脸了。真是个不要脸的女人！我就说你这些年怎么总是不回京，原来啊是没脸回来了。有了孩子还不敢跟那男人结婚，你不会是当了别人的小三儿吧？这就是李家人的素质吗？无凭无据的就敢造谣。
原来所谓的大家族，跟村口的八婆也没什么区别。你说是？好了，任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那孩子的父亲呢？我自己带他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愿意做孩子的爸爸。而且我觉得这孩子也挺乖的，你一个女人家带他也不容易。这都行，这简直是舔狗中的王者了吧？他很听话。你带的孩子一定很优秀。优秀个屁！你还想当我爹？我当你爹差不多，管儿子叫爹。然然，不许这么没素质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把他教育得很好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以后我们俩一块教育你，好不好？那还是算了。如果你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估计就不想教育他了。谁呀？秦天龙。你说谁？你说谁？他是我跟秦天龙的孩子。任婷，秦天龙是谁啊？在这京城的世家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秦家？难道是省外的世家？他不是什么世家，他也没有什么背景，他就是何玉书喜欢的一个人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一直爱的都是他，哪怕他当初没有选择跟我在一起，而是和别人结了婚，我也一直爱着他。哎，当初我也是有苦衷，才选择跟飞宇他妈在一起的。这不就是小三儿吗？人家没跟你结婚，你倒给人家生了个孩子。堂堂京城孙家的外孙女儿，都被个外地人拐跑了。秦天龙前妻死了，才刚在一起，算什么小三？你们嘴吃屎了吗？怎么这么叔？我原来以为这孩子是因为家教不好，所以才没有素质。原来是秦天龙的种，怪不得呢，基因的问题。这是秦天龙的种，他有什么素质？你也配做秦天龙？算什么你？我也不跟你这个小屁孩一般计较。再说了，秦天龙都死了，没必要跟他相提并论。你说他死了，其他人指认他失踪了，你不确认他死了。他都失踪这么多天了，你以为他能活着吗？林强，那你现在到底在不在意他有孩子？爸，咱家又不缺钱，我们俩完婚之后就把他送出去养。好，我聘礼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外公他们都已同意，你必须嫁给我儿子。我要是不嫁呢？不嫁？我们李家都没有嫌弃你这个破鞋，你倒还挑三拣四上。别忘了，现在你爷爷那边跟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。你觉得你不嫁能离开这京城吗？到时候你在江城那边的公司都别想办下去。你们是在威胁我？哼，威胁你怎么了？那也是为你好。说，哎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咱们立刻就可以办婚礼。你知道我会让你变成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看你们这架势，我今天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是不能离开这里了。你要是不嫁给我儿子，今天谁来了也带走不了你们。我看在京城，谁敢跟我李家作对？谁都带不走，那我呢？谁都带不走，那我呢？李老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您70岁的大寿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空手来。但是，我想带走点东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你家丫头，你要把他们带走？是的。哼，你们林家家大业大，但这是我们和孙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个外人多管闲事。他是我弟弟，我怎么算是外人呢？又怎么算是多管闲事儿？弟弟，他是我未婚夫的弟弟，当然就是我弟弟。我想以我们林家的脸面，带走2个人不过分吧？那小孩你可以带走，但何玉书必须给我留下。这个孩子竟然真的是你的，你是非要气死我吗？今天你不答应这桩婚事，钱你是借不到了，你弟弟
你别想救了。早知道当初我就不嫌弃孙家和李家了，也多跟他们接触一下。现在就能跟赵女老头一样，打个电话解决这事了。林家丫头，小孩子你可以带走，他你带不走。就算你也来了，也别想劝动我。婉婉，你现在冉冉回江城，不用管我，他们顶多是关我禁闭几天，有机会我就跑，放心好了。那你千万别出事，等我回去后想办法把金库钱取出来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什么？何姨被人逼婚了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何姨一时半会儿应该离不开京城了。行了行了，别演苦瓜相，把爸爸送到飞流商会去。哎，冉冉，你回来了，来。你咋不开心？公司的股票出了问题，一直在跌，而且现在有很多投资公司都突然破产了。股票出问题了，这很明显是被人针对了。我才出事没多久，飞龙上面就被人针对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？现在公司大部分的资金都锁在了财库里，而且财库现在得需要大哥的面部识别才能打开。我本来打算用这笔资金，哎呀，我真是忙糊涂了。我跟一个小孩说这些干什么？李冬天还不知道我躺在医院，而且飞宇跟我说，我现在身体不能随意挪动，不然身体技能会直接废掉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我的身体里。会长，查清楚了，一切都是远洋资本干的。远洋资本。远洋资本。我记得这个不是咱们头几年差点整破产的一家风投公司吗？是出名了还是？就是那家公司，上次被我们整破产后，他们凭借着放贷走灰色路线，又积累起了资金，现在好像知道我们大部分资金无法使用，一直针对我们。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他们连根拔起，省得现在给他们趁火打劫的机会。放贷？玉叔他弟弟不会就是找远洋资本借的钱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一切就通了。那玉书联姻肯定也是他们算计好的。李云婷呀，李云婷，本来以为你就是个舔狗，没想到还真有本事。会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的股票已经跌到冰点了。别着急，我能干死他第一次，就能干死他第二次。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慌。会长，你让我打听的事情有消息了。怎么说？找到大哥失踪原因了？对，打听到了。天龙大哥现在在江城的医院里昏迷，他是出了车祸，他的车子被人动了手脚。谁干的？就是远洋资本的李云婷。是他？我说一切怎么都那么的巧合，原来都是他安排的。果然是他。走，先去医院看大哥去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我绝对不会让飞龙商会在我的手里出事。虽然我知道你有时候会不信任我，但你永远是我大哥，这个会长的位置就永远是您的。只要你在一天，我只是临时接任，等你醒过来，我就把他还给你。是我错怪他了。大夫，他还有没有醒来的可能？这个我们也不敢保证。他现在处于一种医学上从未被发现过的状态，有点像植物人，但又并不是植物人。能不能醒来，完全看他的运气。我们现在不敢给他治疗，他现在身体很脆弱，一不小心身体各项机能就会被损坏。是不是他的灵魂跑到别人的身体里了，所以才会昏迷？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太多了？现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灵魂这种东西。麻烦你了，大夫。谢谢。好。会长，您看，这是李云婷要跟何玉书结婚了，这是请帖。什么？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没事。玉书还是没有扛住孙家和李家的压力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她这样子嫁过去。要我去参加婚礼吗？这是。这个李云婷还真是想骑在我头上拉屎啊！会长，那去不去？去啊！为什么不去？
只是参加个婚礼而已。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说不去，才显得咱们心虚呢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你也想去啊？走，爸爸去带你蹭吃蹭喝去。恭喜啊！来，为了签那10亿的单子，哎呦我的天！何爷和我说，他回家后，孙家把他所有的证件都给收起来了，而且如果他要是不嫁，就不给他钱救他弟弟。他无奈只好答应了。你难道就要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何姨嫁人吗？当然会，等经济形势。干嘛？要抢婚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可是在京城，是孙家跟李家的地盘。怕什么？我还是林家的大小姐呢。你们林家在京城确实可以一手遮天，但是现在是孙家跟李家的联姻，再加上现在越来越强大的远洋资本，你爷爷也未必敢跟他们动手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弟弟李云亭的婚礼。我弟弟李云亭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，早年间他上学的时候从来没动用过李家的关系，包括他去海外发展也全是靠的他自己。现在他的公司已经和飞龙商会平起平坐了。你不知道飞龙商会最近被一个神秘资本打压了，股票下跌，可能是李云亭的公司。如果不是一大半资金动用不了，飞龙商会怎么可能被远洋资本打压？我弟弟常年不在京城，大家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印象，那就让他直接和大家见面吧。欢迎今天的新郎李云亭。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现场，这里有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，还有我的对手。当然了，既然你们来了，那一定是来送祝福的。谢谢你们，我也很感动啊！今天能够在这里迎娶我的另一半，那个是我深爱的一个女人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是什么样一个女人能够让我魂牵梦绕？下面正式介绍我的新娘何玉书。下面正式介绍我的新娘何玉书。我和玉书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那个时候我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就深深的爱上她了，并开始疯狂的追求她。什么疯狂追求，分明就是舔狗一条。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而玉书是我们学校远近闻名的校花，我根本没有机会。但是我没有气馁，毕业之后我就凭着自己在海外一直的发展。爸，我可没用咱家的关系啊，我是靠自己拼出的这份事业。难得可贵啊！要我是李家人，肯定变成纨绔子弟了。他竟然连家中的资源都不用，活该他成功。是啊，真好，没错。现在的我觉得是完全有条件配得上玉书了，所以我回来了。玉书，我的心意你一直理解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。干什么？住口！在这种时候胡闹什么？这谁家的孩子啊？太不像话了，太没家教了。人家新娘都没说愿不愿意，你个小屁孩还叫唤什么呢？新娘都穿上婚纱了，她能不愿意吗？那就让她自己说，她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在家明明好好的，现在突然反悔什么？我本来没想答应他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我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一辈子不能离开孙家。不是感情的爱情故事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到你说话了吧？你给我闭嘴！玉书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现在的资本加上我们李家的资本，林家都得靠边站。那又怎样？我不稀罕。你不稀罕？那你稀罕什么？啊？稀罕这个没教养的小孩？还是稀罕你们孤儿寡母的孤一辈子？谁的儿子？他明明是我儿子。你儿子不是他跟秦天龙的孩子。你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吗？他是我儿子。你骗我！他不是你跟秦天龙的孩子。是，
是没有孩子，但我的心里只有秦天龙。你凭什么心里只有他没有我？我比他年轻，比他有能力，我事业比他大，我家里也比他强，你为什么只爱他不爱我？为什么？他不会再气急败坏的上打我。还来这里结婚，你就敢动手？那结婚后他还能过上好日子吗？是要轮到你来教育我了，云锦，云锦，把他给我拉走，扔出去！好嘞。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他给我丢出去，听不懂吗？滚蛋！你敢？放开我！敢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忍着！忍着！忍着！我儿子如果有什么差错，让你死！老东西，这是你儿子陷害的我，好不好啊？这是他自找的，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。放屁！如果不是你强行要带走他，他能咬你？明明是你没有看个好孩子，你让他在我婚礼上胡作非为，变成这样，活该！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就算拼到飞龙商会破产，我也要拉你们远洋下水。现在你是飞龙商会的会长，如果是别人是会长，我真有点怕。你们现在一半的资金都被冻结了，拿什么拉我下水啊？拉一人嘴啊！都别吵了，我已经打了120，先把然然送进医院再说吧。你肯定没事。我醒了。大夫，大夫！哎，秦先生，你终于醒了。是，您那手机借我用一下，我找个人。你要不要先给你做个检查？不用。喂，疯子！哎，大哥，你醒了？是，你赶紧来医院接我一下。好嘞。谢谢。大哥，您后面的这几天，我们商会找远洋资本打压，如果您再不醒来，商会恐怕……这些我都知道。大哥，您知道？这个都不重要，我现在要打开财库，里边的资金随便用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让远洋商会在地球上消失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给我准备一架飞机。大哥，你要去哪？上京。还好，江城离京城不算远，等会儿很快就能赶过去。李永廷，给我等着。孩子暂时没事，只是昏了过去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谢谢。李会长，你不会是因为在商场上的失败，就带着孩子来我的婚礼捣乱吧？你少在这跟我得意。等我打开了公司的财库，我让你们永远从市场上消失。想办法，你想多久了？还有机会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仅仅是我跟玉书结婚的日子，也是我们远洋资本今天上市的日子。再过1分钟，远洋资本就会上市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资本将会超过你们飞龙商会的鼎盛时期，成为最大的资本。李会长，拿什么对付我呀？我儿子真有出息了，有他在，咱李家以后在京城又能跟林家平起平坐了。何止是平起平坐呀？那时候林家只会被亲家你们压一头。各位，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如果大家相信我，既然大家也来到我的婚礼现场了，那买我的股票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。你们放心，过一会儿只要上市，我保证大家赚得盆满钵满。好，李会长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看着我的股票蹭蹭蹭往上涨啊！老板，不好了！伯伯，咱们的股票出事了！伯伯，咱们的股票出事了！刚才有一巨额资金流入市场，扰乱了咱们的布局，咱们的股票大跌。现在已经到最低点了，怎么可能？除了飞龙商会，谁还能扰乱咱们的布局？飞龙商会也不行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有人对他们下手的，但是现如今谁能还有这么大的财力，能跟远洋资本相抗衡？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扰乱李银婷的视角，对我们都是有利的。查，赶紧跟我去查，到底是谁？好，马上去办，快！玉叔，我们的婚礼继续进行好不好？你引以为傲的远洋资本出问题了。你说你有能力、有资本、有钱，现在呢，没有了，你还配娶我？那个事儿都只是金鱼王丧妻的小事儿，对我来说真的造不成任何的影响。赶紧把婚礼进行下去，别耽误云婷的时间。到时候远洋资本亏损了，最后亏的也是你。我有什么好吃亏的？那可是以后你男人的公司，也是你家庭经济的来源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这婚我毁了。我看你太无法无天了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孙家？没有，我眼里为什么要有孙家？我在江城白手起家，我靠自己做到了江城的龙头位置。孙家有给过我一点帮助吗？我不过是回来借点钱，你们骗我，把我往火坑里推，我凭什么听你们的？你，孙老，您别激动，他一定还没想清楚，我劝劝他。我想得很清楚。云舒，你知道我是全天下最爱你的那个人，我一定要给你幸福的。我劝你也好好想想，我不爱你，不管你多么有钱，多么爱我，你根本给不了我幸福。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又怎么了？对方的资金链太庞大，咱们根本打不过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通过一条资金链查到了对方的消息。谁？飞龙商会。飞龙商会？这不可能！飞龙商会一半的资金被冻结了，怎么可能是他们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商会确实没有这么庞大的资金链来对付远洋资本，千真万确。我查完之后再三确认的，就是飞龙商会。老板，咱们的股票全完了。你骗我们买了你的股票，结果让我们亏成这样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给我们福利吗？我们的福利呢？你这不是要害死我们吗？对啊，亏我那么信你，把所有家底都押上了，结果你给我们整正出，退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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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天，你不会为了对付我，把家底都押上了吧？你这出搞得咱俩两败俱伤。这次确实是你想多了，真的不是。不是你，那能是谁？你不是飞龙商会的董事长吗？是我。爸，秦天龙是你爸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天龙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会逼着你嫁的。怎么可能？我是怎么可能醒来，对吗？你以为对我的车做了手脚就能置于我死地吗？上天怜悯于我，我不但没死，而且还在关键的时刻醒了过来。上次给你留了一口气，让你的远洋资本活了下来，这次你想都别想。等，我爸是天龙集团上一任的董事长。你不知道？啊！别以为你苏醒了就能怎么样，我的资本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你说的是你做灰色产业收的那点银行利息吧？确实是啊，数目不小。但你要不要现在看一下，他们还能不能用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被冻结了？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龌龊勾当吗？我早就通知国际银行冻结了你所有的账户。我说了，能让你破一次产，就能让你破2次。这不可能！天龙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啊？在大学的时候，你比我大那么多。我喜欢玉书，你就跑去追她，就把什么都打走了。
我说毕业之后我要比你强，我要比你有能力，我差点就做到了。不，你不是差一点就做到了，你是用卑鄙的手段差点让我死了。所以说啊，留给你的不是幸福的婚姻，而是法律的制裁。你好，我们是执法人员，你涉嫌一起杀人未遂的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先生，一定有误会，一定有误会，都跟我走。这，我有钱，我给你钱好不好？我有钱，我有钱。爸爸，玉叔，今天趁着大家都在，我隆重的向大家发出邀请，3日之后还在这里参加另外一场婚礼，新娘依然是何一书，但新郎是我。好，来喝。好，谁同意当你的新娘了？咦，这是有点不乐意啊，要不然算了。哎，那我也没说我不同意啊。牛逼！天龙，哎，你是怎么换回来的？就是那个柳然，她身体倒下的时候，我就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醒了。哦，对了，那孩子怎么样了？现在？医生说好好休息就好了。那就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夫说不是很快就醒了吗？这怎么？他现在的状况跟大哥你当时很像，醒来的几率恐怕……然然，醒了，然然，你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是爸爸呀。爸爸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你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他叫我爸爸。应该的。